How are you guys doing? Hello. You're doing good? Hello. Good. It's Norway very good. Yeah, no, Norway. I like Norway. Yes. Very nice. But how is Norway? Yeah. Yeah, it's nice. Nice. You've been to the mountains. Yes. It's lovely. I met you in Italy, in Rome. You remember? I met you in Italy. Yeah, bye. Okay, bye. bye。上一秒我还在山野乡村，结果这一转眼啊，就来到这繁华都市高楼大厦。我是被警察警车强制性的拉过来的，刚刚从里面给我放出来，给了我2个文件，包括还有护照的复印件，让我先出去睡觉。事情呢还没有结束，明天下午2点再过去报到，因为我的护照的原件，包括我的欧盟居留卡，都在警察局里扣押着呢。我的自行车呀，还有我的行李啊，那些东西也都在里面放着呢。这1个多星期，我在骑行啊，已经被当兵的查了好多次，5、6次是有的。第1次的时候呢，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呢不可以飞无人机，当时吧我就知道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地区，然后我就那1周开始我就没有拍任何的视频，甚至照片都没有拍了，因为我知道是吧，敏感地带，什么都不拍，先路过再说。结果今天在路上骑行又被那些当兵的给查着。我也有疑问啊，我说我在大马路上去骑行，自驾的也好，遛狗的也好，也都在路上走啊，为什么我不可以走啊？结果他们呢就明确的告诉我，因为他们是本地居民，你是一个外国人，并且在我们这个管辖的这个区域，然后对我始终保持怀疑嘛，然后我也理解，然后就查呗，然后他们就报警，警察又过来进行一系列的盘查，从设备到行李查了一个遍，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拍，什么都没有。像上一次也是有同样的一个经历，在瑞典的时候也是因为是吧，也是一个敏感地区，然后他们这个调查设备扣押了1个月，也是被关了好几天，最后确定我是没有任何问题，给我放出来了。今年在挪威又遇到这样的事情了，挪威的骑行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今天晚上先找个地方住吧，这边有个酒店啊，我就在这边先待一晚，安全度过今晚吧。You're from? I'm from China. China.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OK。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还是微笑面对生活。既然已经放出来了，那就说明问题不大。他不知道几个大。But I think I trust you. OK。又是前往警察局的一天啊！今天说是会给我一个消息了，因为已经连续5、6天了，每天2点过去报到，他要确定我在哪里住。我现在搬到了这个山上嘛，没有在市区里面了，市区里面是太贵了，就走路过去要走半个小时，每天要走半个小时过去。听他们这个消息，今天说是有具体消息，过去再看一看。不知道有没有，他们的感觉就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感觉欧洲人这边的这个办事效率啊太低了，但是也没办法，在人家的地盘嘛。2点过来之后呢，他告诉我说下午的5点会有判决，5点我再过来，我就在附近等上3个小时吧。事情已经全部处理结束了，朋友们，调查结果呢也出来了，给大家说一下这1个多星期啊处理的最终结果。先说这个文件吧，这个文件刚开始的时候呢，
跟我谈的时候吧，很严重，始终对我保持怀疑。我们要检查你的设备，检查你的手机，包括你包里的一些行李，全部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OK， 当时跟我说的是，你有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因为你是外国人嘛，是吧？在我们挪威没有居住地址，北欧嘛，也是因为国际形势也特别的检查特别严格。这是第一份文件。之后呢是让我等消息，每天下午2点过去，他会给我交谈了解交谈，后期是找了一个翻译，因为我语言不通，他们国家这边会找翻译。这是这2份文件，比较严重的这个文件。后来第3天的时候呢，交谈的时候呢，又给了一份文件，说我们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你的因为他查了我的所有的手机、所有的相机，包括无人机那些，因为我那1个星期我知道前方是敏感地区，我没有拍任何的东西，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没有更新，然后我就又开一份文件，就是说这个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然后你呢确实是个旅游的，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确实很奇怪，一个人吧，外国人冰天雪地在外面骑行露营，我们确实要就是调查的，那我理解 OK。然后今天呢又给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消息，就是说你没事了，你的所有的东西呢都还给你，就说明我现在已经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整件事情呢，其实我心里是很明白的，100%的是被人举报的。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我第一次被检查的时候嘛，我是在一个防空洞里面去扎帐篷露营。好多朋友们都有疑问，都说你不要在人家军事基地那个地方，从地图上显示大家都可以找得到，它是一个24小时公共开放的免费参观的景点，好多本地人都会在那边捉螃蟹、钓鱼，我就是在那里扎的帐篷。但是那天就是有2个当兵的，就是女军官嘛，过去就简单的调查，那是正常调查。比如说，你来自哪里？你在干嘛？我是旅行的、骑行的啊。我在这边由于天气寒冷，在这个窑洞当中呢去露营2天，后面会离开。他说可以，我要看一下你的证件啊，看了一下证件，记录一下信息。OK， 没事了，还给我了。当时我在直播，大家看我直播的应该都知道那天。然后之后我在那边露营了是一共3天。又钓了鱼啊，也烧烤呀，吃鱼啊，那边还是挺舒适的。然后我就离开了，继续骑行。我走的那条路，再说一点，我并不是不长记性，也不是说又跑到什么树林子里面、山林子里面，又进入人家军事区，没有，那个区域是公共区域，就是一个私家车跑步的一个道路，并且当时发生的时候，旁边有过去2个跑步的，还有遛狗的，还有一个私家车拉木头过去，好多人都在那边路上走。然后我在路上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就被前后的2个部队车就拦住了。当时已经超出了这个正常调查范围，问我你是干嘛的？你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还没有离开这个区域？因为我是骑行，天黑路滑，加上这个各种一切的环境，上坡要推车，我离开整片区域，整片山脉都是一个军事管辖区域，200来公里。我骑自行车，我不可能2天就离开，他不可能。他意思就是我2天离开一天骑100公里，我怎么可能嘛？我说我是骑自行车的，需要慢慢的骑行，可能骑不了太快，所以我需要时间。现在我也在离开这个路上，但人家就说不行，然后你要在这边等一下，等一的，就是报警了，就是警察就来了，然后他们对接警察当时呢就重新检查了我的证件、手机，大体看了一下，有好多视频嘛，我都是10多天、20多天之前拍摄的那些视频，他要查，然后就说你要跟我们回警局。我就当时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这条道路好多人都可以走，我不可以走？你们要专门对我特别的这样一个检查。当时他们给我的一个准确的回答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这里的都是本地居民，你呢是一个外国人，我们有权对你提出调查。那我理解也接受，我说可以，那就调查。调查完之后呢，他说你要跟我们回警察局。一般正常警察是不会有这些去警局这些东西的。也不会扣留我什么东西的，他直接就扣了，直接把我带到警车，直接就拉到了警察局里面。然后当天就简单的询问，把我东西所有东西全部扣下之后，我就说给了我一个护照的复印件嘛，就说你可以去外面找地方住，明天下午你过来，我们再做一个笔录调查。就是后面这是一系列的文件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你没事了，包括。我的自行车呢，现在也没在这个地方。他是说所有东西都还给我，我说自行车你也要还给我。他说自行车我们是要还给你，但是自行车不在我们警察局。那我说我的车你们给我放到哪里去了？他说你的单车是在部队里面一个仓库里面放着一个地方放着，你要过去取。那我说你们当时把车给我扣了，给我拉到一个地方，现在我怎么过去取？差不多有个70-80公里。他说这个没办法，我可以帮你查一下你的大巴或者是你
怎么过去取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们已经那就是说你自己去拿，不管是怎么那我就自己去拿嘛。毕竟咱们在人家地盘嘛，咱们也别鸡毛蒜皮，吃点亏也无所谓。反正最后呢，就是啥事都没有。我之前在罗浮墩骑行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朋友，他是自驾的二黑，他呢也快到我这块来了，距离也不远。之前在罗浮墩的时候，距离我有个几百公里，现在还应该有个100-200公里吧，也在来的路上了。他过来找我，我是准备让他带我过去取我自行车。取完自行车之后呢，我就不骑了，这100多公里还是军事管辖区域，我就直接跟二黑吧一块自驾，直接干到特罗姆瑟了。然后呢，对于我的挪威的骑行吧，本身我在北欧这边骑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追逐极光，也追逐的差不多了。在挪威又发生这么一个事情吧，导致于我的旅程呢也特别的不愉快。说实话呢，我也不太想在挪威待下去了。然后冬天也来了，马上要过年了。本来想着说去冰岛，我就想着把冰岛安排在年后吧。然后我就计划过2天就去波兰一趟，跟朋友们一起玩一下。然后在波兰那边休息个10多天、20多天。然后就计划呢，找个地方过年。我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要学习一些英文，包括也要读一些书籍，一般也要收养自己的信息。其实我的膝盖这1年骑行嘛，已经有明显的感觉了，刚好就提前休养吧。到时候咱们就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直播呀、做饭呀，跟大家聊天了。这个是好消息，太棒了！我就再过2天吧，过2天看看机票哪天便宜，我买个机票就直接去到波兰。那我的自行车、行李啥的呢，我就找个地方放着，等到我明年，然后直接就过来，从这边再去冰岛或者是去芬兰，就直接继续开始我的骑行了，就暂停一段时间休养。过年了，朋友们啊，大家也不用担心，目前三峰一切都很好。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听信网上的一些传言、谣言，又是怎么样了。我当事人都没说话，请问他们是怎么啊？大家不要听信那些谣言啊、谣传，那些人都很坏啊。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一发，大家也都知道啥情况了，一切都没事。虽然说今年的旅行呢比较艰苦，也比较坎坷，但是三峰呢不服输，也不认怂。你只要弄不把我在互联网上给我灭不掉我还会有一天一定会反弹起来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三峰，一起努力，咱们众心齐心，齐心协力去对抗一切的外来因素。哎呀，终于见着了，我操！哎呦，哎呦，我操！累死3年了啊，终于见着了。那什么了啊？别，我跟二黑开车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回就是将近3个小时，得麻烦二黑兄弟了啊！没有，咱们离开这块，自行车放在二黑兄弟的车上，让我自己来拿，把我自行车给我拉到这一块，有2个刹车绳固定在这个车顶的上面。差点就坠尾了，幸亏旁边有个大雪给刹住了。嘞，不然这样吧，上面这是就往后倒，直接倒到往侧吧，赶紧上屋子来。太牛了！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